Hello，大家晚上好啊！又来到了我们8点半的直播。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呢，现在马上开始啊。那一开始呢，也是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啊。那你们是来自于哪里的呢？是来自于香港的、马来西亚的，还是台湾、新加坡的啊？都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啊。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正在看回看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啊。大家好啊！大家好。那我们一开始之前呢，也是同样的啊，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毕竟这2个星期，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都是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同样的，今天晚上呢也是你们来投票，你们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呢？你就可以投票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比较想听哪一个话题？我们就更加着重在那个话题里面去讲多一点啊。对，那 A 呢，就是中港股的投资策略啊。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好像港股啊也是正在经历一个调整啊。那到底能不能买呢？啊，这个牛市是不是结束了呢？我相信这些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啊。那就如果你有兴趣，就打 A 啊。哇 ，OK， 好。B 呢，就是美股的买卖策略啊。那最近的美股呢，在上个星期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调。那如果你对 B 有兴趣的话啊，那我会讲多一点关于美股的大事啊，包括我看到什么机会，或者是现在此时此刻美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也会来讲解一下啊。那如果你是想听 C 啊，这个是普罗大众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啊，你想了解一下，没有人要 C 看一下到底你是不是那个所谓的普罗大众啊？到底你有没有犯这个错误的话如果你想了解一点，All but C 啊 ，A B C 啊 ，OK 啊，那如果你对 C 有兴趣，就打 C 啊。同样的我们一般呢，普罗大众就是普罗大众啊 ，C 是最好的，因为你 C 学会了，哪一个股票市场都能赚钱啊，是不是啊？港股、台股、日股、英股、印度股都能赚钱啊，C 就是它。所以普罗大众就是普罗大众，跟我看的眼光不一样，我觉得 C 是最好的。我看到有些同学他是专门写了 C 啊，我觉得他也是 ABC 就是 All but C，All but C，OK，那还是一样啊。1000人的话我看到事先有人想问一些什么个别的股票够1000人的话今天我们搭配集气是不是叫集人气够1000人那我们马上就是在这里回答大家一个股票。最近有一些股票的业绩报告出来有些是涨了蛮多的，有些是业绩报告出来之后跌了或者下个星期也是蛮多的公司会公布业绩报告的，所以看看大家够不够1000人了OK 那我们看到很多同学就是目前来说，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 A， 那不如我们就交给吃啪啪你来回答一下。现在中港股的投资策略，我们跳到中港股先跳到中港股其实呢，香港的股票跌，中概股跌呢，是我们预料之中的就是2个星期前，还有在之前9月中的时候就9月中还没发生，我们就说不会永远涨的啦，对不对？然后到了上一次做直播的时候。11月3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已经是在调整了所以11月3号已经跟大家讲了那为什么呢？这个是当时11月3号，当时我们还没有知道到底是特朗普赢还是贺锦丽赢，但是呢，我们已经是告诉大家谁赢的话，对股票市场都会在短期内，短期就是2个星期到1个月，这个叫短期会有一个大的波动那我们现在谁都知道了，特朗普赢了而且是大比数赢了，所以呢，特朗普概念股就上去了，对吧？然后就那我们要想一想，特朗普概念股上去了不少，包括比特币包括虚拟货币，包括特斯拉或者是一些特朗普这个人家觉得DJT， 对吧？那这些股票被推上去那些钱哪里来的？对吧？这些钱把这些股票推上去的，那一定是从其他的那里来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特别是美股是一个牛市，
的成熟期啊，牛三的时候呢，这个叫热钱啊，流动的资金、炒概念的资金是越来越多了啊，所以这些资金不会说长期的 buy and hold， 长线投资者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也看到美股现在比较贵，所以我们给大家策略就是，如果你是长线的价值投资股的话，可能在中港股票里面找机会，找一些便宜的，一会儿我们讲多一点啊。但是呢，你要美股的话，因为这个估值比较高，如果真的跌下来的话，有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跌的话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说一定要学 Rich 的技术分析，做一个中短线的炒卖做好止损做好这些所以是中短线的操作，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赢了之后，它的概念股、它的有关的股票涨了很多所以这个涨了很多，一定是短线的热钱的资金从其他的板块走的所以呢其中一个走的就是中港股票、中概股和港股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在9月的时候，我们有讲到我们到时候YouTube 视频有讲过直播里面有讲过。推动港股有5大利好的因素，所以当时港股是涨了很多，对吧？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所以我们当时说迟早会停止的，不会永远涨下去的，大家可以回看，对吧？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利好港股的5大因素，其实3个是不见掉了第一个当时说美国的利息在往下我们说的是国债收益率美联储那一个是overnight 隔夜的那个利率是非常短暂的，很少有人是拿了隔夜的利率来炒股票的，对吧？一定是他会考虑我的钱放在债券还是放在股票所以是一个10年，差不多是个10年的国债的收益率来做个比较那在这个课本里面叫国债收益率就叫无风险收益率所以呢股票市场因为有波动多一点，风险大一点，所以这个风险的溢价要多一点所以这个国债的收益率是个基准点也是算未来的企业盈利的那个折现率的一个基数在上面再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国债的收益率在短短的9月底开始往上涨，是涨了蛮多的从 3.6、3.5 一直涨到现在基本上接近 4.5， 这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涨所以当时有讲过美国降息，利息降下来虽然现在美国的短债还在降，但是这个长债因为特朗普上去了，大家预期特朗普上去之后有关税，通胀会回涨这个美联储降息会放慢放缓最新的鲍威尔出来也给大家这个感觉就是他不是急着要降息了，要再看看到底降不降息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也是涨了另外一个美汇指数特别是中国的这个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或者是香港上市的这个中资股票，对吧？我们有解释过，因为用美金或者是港元买的人民币的收入的企业所以当美元相对这个人民币变强的时候或者是港元跟美元挂钩，港元相对人民币走强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看一个美元指数就知道了所以最近这个美元对人民币又回到了 7.24 左右，所以这个第二个因素又是换过来了，调转了所以当时在涨的因素，现在5个火箭筒2个已经是反了方向所以这个现在的调整是正常的那好了，第3个呢就是中国的政策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中国的政策出来之后其实是2个利好的时间点我们现在说时间点了第一个就是政策出来的时候，大家是炒概念，哇，这个中国未来炒这个愿景，憧憬未来会好了，憧憬这个中国会到底了，反弹了，对吧？这个时候实际的经济没有改变，因为刚出来刚刚 announce， 刚刚公布，还没有落实，还没有真正的在企业的盈利里面反映出来所以这个肯定是投资者偷步了
而且这个时候会涨得很急的，因为讲概念嘛，跟我们看股票一样啊，成长股哇还没有涨，但是看到未来这只股票会涨就10倍股了，涨了好多了，对吧？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个热情过掉之后现在人大全部的会开完了，人家听完就这样了，没有了，对吧？就这样好像就有点失望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个调整然后呢，这些政策到真正的落地，变成企业的盈利，变成经济的数据，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股票市场有一个调整是完全正常的所以3个因素不利港股和中概股，所以完全正常的，不要突然有香港完蛋啦，哎呀果然是港女啦，哎呀就是垃圾啦，中概了，总是股票一跌，对吧？我觉得骂港股的那些人真的是不懂港股，谁是垃圾就骂人家垃圾，那个是垃圾，对不对？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好了，第4和第5个因素是值得大家看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正常的，股票不会天天涨的啦，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在跌下来的这个情况下跟我们10月6号讲，当时还没发生，但是10月6号就觉得不会永远涨上去的已经差不多到顶了然后呢10月10号的时候又告诉大家开始调整了。我们是早在10月10号就说开始调整了现在还在调整所以我们要看从5月底到9月底又开始火箭涨上去的话，5月底到9月底调整了3个月这个所以10月初开始调整2-3个月很正常的，对吧？这个香港的股票就涨的时候会涨得很急，调整的时候会慢慢调，然后涨的时候也会涨得很急，然后就慢慢调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涨得很快我们要看回个历史的话，今年最低的是1月份2月份涨了一下，然后又慢慢调，慢慢跌2月份涨了一下，因为跌过头了嘛，对吧？结果是从2月底跌到了4月底4月底的时候突然之间又涨了30% 左右好快的一下子，所以4月底到5月底的时候这个港股又是全世界最好的，然后5月底又开始调整到9月中，调整了3到4个月然后又一下子谁也不知道9月中又开始好了，对吧？当然我们事先有看到一些迹象这个 risk 的那个技术分析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好像要涨了，对吧？但是你要事先说什么时候跌停了要涨了不知道，要涨的时候就会涨得很快，结果到了这个9月底又一下子涨了3个星期，又是不得了的，现在又开始这个要喘一喘气了，休息一下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型pattern 叫什么？规律这个规律大家掌握了之后那正好趁着调整就是第4和第5点了所以呢这个调整的时候不要愁眉苦脸啦，就是天气下雨了打台风了或者是热了，所有东西都是正常的，对吧？都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循环在变的所以一般来说散户的就是大家刚才没有人想要的散户经常会犯的错误就是他们感觉到一跌就不开心了，一涨就好飘了，一跌就不开心了，对不对？其实涨涨跌跌升升跌跌，这才能做到低买高估是不是但是呢散户一般来说涨的时候很开心，哎呀不买睡不着觉了，这个都要去抢了，结果跌的时候哎呀珍惜生命了，远离港股了，疑神疑鬼了，又去看那些说中国什么完蛋了，各自香港完蛋了这些新闻了，对不对结果就是在高位买高位追在低位的时候去止损去走掉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就是散户犯的毛病，对吧？是不是只有香港有？绝对不是啦，对吧？美国也有，印度也有，日本也有中国大陆也有这是人性人性。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不是说买了10个股票10个都要涨其实这个很多人都是错误的，对吧？一看哎呦哪一只跌了就不开心了其实我们要看做功课，我经常说分散投资，分散可能7到10个股票，10个股票里面
如果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要涨，是涨很多很多的，涨1倍、2倍、3倍，甚至是10倍的所以呢，我就叫他们做10倍股不是说你买了这一定会赚10倍千万不要这样这个理解不是这样的，这样不是这样的 ，OK 最主要为什么我叫10倍股，就是给大家知道它有潜力能够涨10倍你可能在中间买入也没有在最高位走，可能中间赚了1倍赚了2倍，对吧？不要觉得每一个都要赚10倍这个赚10倍的话你是很幸运然后呢，也不是每一个都涨的所以我们在10倍股的投资秘籍里面，那个课程里面，我也给过大家一个策略你有10个10倍股的话，能涨一个，其实那一个涨10倍，就是整个 portfolio 整个股票的组合的话，已经是涨了1倍了有2个涨10倍的话，那个股票的组合就已经涨了2倍了，对不对如果是整个里面10个里面有3个涨10倍的话，那你已经是跑赢巴菲特好多好多倍了，对吧？所以千万不要那么要求那么高10个都要涨不可能的，10个都要涨，到最后不开心我的要求很低，10个当中有3个可以涨超过1倍以上，已经是蛮不错的，开心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做人一定要开心最近有一套戏这个说生人也要活在地狱里，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买股票一定要开心，开心的话钱也会来了，同意吗 ？OK 所以七爸爸有时候会讲多点智慧的老人的这个经验啦、智慧啦、心得啦，也不光是技术这些这个技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散户经常就是赚了一点点了，离场了。然后就看着一只好的公司一直在涨千万不要这样做。当然，我们适当的减持一点，加仓、减仓，这是可以的，做一个仓位的管理，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一个好的公司，我们要找的就是有能力涨10倍的不是涨10%、20%、30%就要走了。这样的话散户是相反的，赚的时候赚一点点，亏的时候一下子亏了很多很多香港人叫涨粒糖輸間廠賺的時候賺了一粒芝麻一顆綠豆輸的時候傾家蕩產，輸了好多，還不願意走，還被套住這是典型的散戶的一些錯誤所以大家剛才沒有人要C沒有人要散戶的這個毛病可能大家都沒有這些毛病，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有的話，可以在留言區寫一下，對你有沒有幫助？我覺得你學會這一點之後，就算你買債券，就算你去買虛擬貨幣我不建議虛擬貨幣，就算你買什麼股票，其實都管用的，好吧 ？OK， 好，那講完這個之後呢，到了第4和第5點了第4點就是港股的那個價值是很大的，估值很低這個呢9月底10月初漲了之後，我覺得哎呀這個已經有點不便宜了。我們在 GMT 裡面我都說過了，我幾個非常喜歡的愛股我就覺得是好公司，但已經不便宜了。我已經減持了一點，我就告訴大家，因為已經不便宜了。我當時買他們是又好又便宜，現在還是好的，但是不便宜了。所以我當時已經是在減持了，然後拿了這些現金，我就在頭痛。哎呀，有一次 GMT 裡面我說，這些現金有錢才是最頭痛的結果上天真的是對我們很好就是讓股票又調整了。調整之後，再一次的我是價值投資者長遠的長線的價值投資者，因為我 Rich 會講一些中短線的交易的一些心得那對我來說長遠的投資者這個價值又浮現了，對吧那我就最近又是很勤力的勤快的在看找這些好的股票，又有價值折扣的安全邊際的股票了所以呢第5點就是資金有沒有回來香港美國的這些大戶大的機構投資者，他們每3個月要公布一次當然他們公布的只是公布手頭上的美股，所以呢我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來香港買香港的股票，或者買香港在美國的ADR 可能還要公布的，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來香港買香港的股票最新的出來了之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Michael Burry Michael Burry 他是有獨
独特的眼光的啊，它是大空头啊，这个系大空头就是次按危机的时候，它是少有的投资者跟整个华尔街对着干，因为他觉得这个次按的这个信贷不合理，是 crazy， 是疯狂了，他是做空了这些债券。结果是赚大钱的出名了有套戏也是用它做原型来拍的，对吧？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基金里面头4个最大的股票，头4个就是京东、阿里巴巴、百度，还有京东的 ADR 所以没有sorry第一个是京东的 put，OK， 所以呢，他有京东的 put， 阿里巴巴的 put。然后他又买了百度和京东，还有阿里巴巴也有所以他2方面他又有持有那为什么要又买 put 又买这些股票呢？其实他就很聪明第一个，他看到长远来说是有价值往上的，对吧？长远来说有价值往上的，所以他是买这些股票的正股。但是这个谁也不知道政治的因素、地缘的因素，对不对？的确是有这个危险，突然之间又有这个市场的恐惧了这个中概股、港股又跌很多了，所以他同时又买了很多的 put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它其实是2边对冲的，所以这个才叫对冲基金所以呢我们要看到他们其实还是一边在买正股，一边在对冲基金，而他们这个资金还在这个这个中概股里面不排除完全不排除这些传媒等等，其实很多的出来我们看到的新闻，所谓的新闻信息是背后是这些基金大佬们在煽动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港股现在这个便宜了之后这些聪明钱还是有的所以最大的它有加仓，百度啦京东啦都有加仓，包括拼多多都有加仓的那香港的股票它不需要公布，所以我们就不知道 OK。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香港现在的股票是很多的机会涨上去之后这个反而贵了跌下来的话分母小的话以后涨上去10倍的机会就多一点了，好吧 ？OK 你就好啦。这些10倍股，我记得好像是2022年讲的，对吧？2022年我做了10个，讲10个然后有6个应该是就这里的涨了最差的就涨了166%最好的涨超过了10倍了非常好但它涨了这么多，它还能再涨吗？不能，我觉得不会了有可能还能涨，但再涨10倍的机会就少了要涨的话，其实10倍股有阶段的，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被市场错杀的这个时候它的分母会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买它的话它就便宜但是大多数人是不看好的后来呢就变成了市场的darling了，市场的最热爱的这个时候就变强势股了，所以它从丑小鸭变成darling这个阶段所以 Rich 就是等到他们变darling的时候，强势股10倍股是更长的一个阶段那这些股票现在是强势股，已经不是被错杀的时候了，被错杀的时候已经是过掉了我们都看到它其实都有一个特点你们大家看一下这6个为什么放在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暴涨之前，就算有一点点涨的话，还是这个涨得少一点了当然用了这个 Rich 的技术分析，可能在那个暴升点的时候看到了突破枢纽点啦、突破点啦你就free ride， 等到他开车的时候才冲进去get a right， 对吧但是我是比较长远一点的所以从刚开始涨得慢一点开始算，到最终可能有些还没有完全涨完可能整个过程当中超过10倍是我起码我叫它10倍股不一定涨10倍，但是
就是有这个机会，我叫它10倍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中短线的话听 Rich 的那些多一点如果是像我一样长远一点的话10倍股是我的一个比较喜欢的，好吧 ？OK， 所以那如果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们最近我们也是收到一些问题，七爸爸，你经常说10倍股那现在股票涨了这么多了，还有10倍股吗？10倍股，我93年的时候跟其中一个启蒙老师 Peter Lynch 看他书的时候，从他那里学会10倍股的，对吧？93年 Peter Lynch 的10倍股，当然现在就不是10倍股了。但是现在有没有10倍股？我在2022年做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还有10倍股吗？现在也涨了，其中一个已经12倍了，对吧？所以现在下一轮的10倍股还有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就这6个已经是涨了蛮多的强势股用 Rich 的方法还能赚多一点钱的，但是还要涨10倍的话呢，要做新的功课了所以还有4个没涨我当时做了10个，还有4个没涨，也过了4年了其中有一个我一早就踢走了，不太好，一早就踢走了。那剩下的3个我会仔细的研究一下然后呢，我最近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薪水了新的一些看法。有些是港股，有些是美股，有些是其他的股票，所以我会在未来从下个星期开始未来的6个星期左右给 GMT 的同学 update 一下所以呢有个好消息，大家要不要好消息所以我们最近我首先是感谢 GMT 的同学已经进来了 GMT 的同学，感谢你们，因为我的之前的 website 里面那一个介绍 GMT 的视频是2020年拍的，2020年到现在已经超过4年了其实有一些东西已经是我们是远远的内容是膨胀了加了很多内容。我还记得2020年的时候，每一次晚上的这个 GMT 只有60张 slide 左右，现在是180张 slide 我们每次都说这个下半节是 bonus， 但是每一次 bonus 收到11点半、11点或者11点半所以呢，最近我们也 update 了一下，特别是找了 Rich， 当时2020年的时候 Rich 还没有加入我们现在是加入了我们之后，我们也是找了 Rich 来重新拍了一个这个视频 video 视频大家鼓励大家在留言区找到我们的10倍股的不是10倍股 GMT 的连接去看一下，对吧？也正因为希望大家看一下新的我们刚制作完的那个介绍 GMT 的这个视频如果你觉得 GMT 能帮到你的话我们以前已经关门了不再开了所以呢，现在到年底可能因为我们也是，我觉得很难得，我做了这么多功课，10倍股的功课，大家看到有帮助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参加我们GMT 一起来寻找10倍股的或者是其他财息兼收股还有美股强势股等等Rich 会专注中短线的强势股，我会看10倍股，好吧那我今天这个介绍就介绍这么一点点，大家有兴趣自己去这个了解多一点Rich， 好，那我刚才也看到了很多人都想听 B 就是讲关于美股的那最近呢，我发现非常有趣，就是在我们拍 YouTube 或者是我们在做 GMT 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就是说现在的美股是不是牛市派对要结束了呢或者是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外面的观众或者是你本身对于美股的第一印象你都可以写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打断一下，现在700个人了还有300个人 ，OK 所以把今天这个直播这么有价值直播分享到你的Facebook 啦或者群组啦，或者叫多一点人来啦附图啦等等啦 ，OK， 叫多点人来，超过1000人，我们给大家问一个股票 ，OK 所以呢我们也是观察到最近好像很多人尤其是最近这几天看到股市有个下跌尤其是星期五一个裂口下跌，纳斯达克跌了超过2%，哇，好怕对不对到底是不是
美股要完了呢？啊，这个所谓的牛三啊，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啊，那是不是未来要完蛋了啊？这个是我关心的，看到很多同学关心的啊，或者是他们看到之前美股已经涨了好多啊，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畏高啊，怕高啊，然后就觉得哇，现在的美股是不是太贵了呢？啊，或者是他们有看到，巴菲特现在好像持有现金的比例又创新高了呀，啊，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 signal 啊，要离场了呢？啊，那如果你有听到这些的啊，或者是你也有这个想法的，你也可以在留言区里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OK， 好，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过去的2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那时候呢还没有总统选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才会有一个回调。而我们看到，当市场的那个最大的不确定的因素确定了之后这个方向就出现了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指数，包括比特币包括中小型的股票指数，都是清一色的突破新高，然后是往上涨的那当然一些详细的 updates 我在 GMT 里面有详细的有讲到然后呢，我记得你 GMT 这个选举之前，你在 GMT 里面讲过，过去这么多次，每次选完总统之后都会涨一下的我记得对，我当时候呢是这样的其实我是在11月1号也就是在那一次直播之前，我是跟他们说虽然现在你看到好像有一个下跌，好像很吓人当时候也是很多同学有兴趣这个下跌是不是也是牛市完结了呢？那我告诉他们就是其实现在市场还在经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的阶段而我当时候判断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个潜在的洗盘一个 shake out而事实呢也确实是如此的。当时候呢，我也给同学们看到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2016年的第3和第4个季度因为当时候也是总统选举年然后当时候我也给他看到当特朗普当总统的这个人选宣布了之后股市是马上上涨的因为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已经是有一个明确的包括2020年同样的在拜登宣布了当选总统之后，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对，不光是特朗普拜登赢了，特朗普赢了，都会往上涨。对，你可以看到，当他当选了之后这个股市之前还是有一些波动的还是在涨跌跌甚至在当选之前有连续好几天都在下跌就如果你当时候不知道的话看上去是不是这个派对要结束了美国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2020现在变成中国了，中国2020年完蛋了。2020年的时候，甚至还在想是不是COVID 的影响然后那个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那其实只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这个不确定的因素过去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出现了而这个明确的方向出现之后，我想说的是当时候的市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炽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我在前2天告诉 GMT 的同学们目前来说散户的情绪呢你可以看到从10月底的时候，他们看好 bullish 的那个情绪是37%到39.5%那你可以看到是非常偏向于没有那么炽热的情况因为你看一下1 year 的这个最高点的 bullish high是52.9%而当时候10月底是30几是一个偏中性或者是偏向于就没有那么炽热的情况而当大市涨了之后你看到突然间美股的这个散户的情绪突然间变得很炽热了从39.5涨到了41.5
然后涨到了上个星期三是49.8%哦，接近50%啊。我们来看一下 one year 的 bullish high 是多少啊？52.9啊，而上个星期已经是接近50啊，也是非常接近1年的bullish high 的一个高度啊，所以你也可以判断啊，其实在这个时候市场的氛围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炽热了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星期四的时候鲍威尔他是有了一番的言论，而当时候市场是预期着12月它是会降息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啊。你可以放大这张图来看一下啊，你可以看到在他的那番言论之前，当时候市场预测会降息的概率会是接近70几80%啊，但鲍威尔他有一些发言之后他有讲到几点第一就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而第二点呢就是美联储也是不急着要降息所以市场的解读呢对于他的这一番话解读出来之后是感觉有一些失望的因为鲍威尔市场它是预期着尽快降息会比较好但是鲍威尔的这番言论导致他们觉得美联储没有那么快或者是没有那么急着去降息，所以是有失望的那这也是造成了短期会有一些波动我们说到这些是短期的波动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调整，再加上之前的气氛太过于炽热而现在只是稍微的冷却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在上一次的直播我也讲到，那当然上一次我讲到的是短期的波动可能是一些特朗普相关的股票或者是一些总统当选哪一个股票哪一个总统上任哪一个股票会受惠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这一次呢就换成了这个所谓的降息的预期，而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我这个是想重点给同学们看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这个短期的这个降息的预期这个只是短期的长期我们还是要看什么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那当然经济这个鲍威尔他说过现在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好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更加关注的就是有没有一些企业它的基本面是不是有良好的它有增长的那如果你想跑赢大势的话，就是要寻找那些它有强劲的良好的基本面的公司，有成长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接下来呢我比较有趣一点，我就来跟同学们来互动一下，我们从一个大户或者是从一个韭菜的行为，然后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最近的大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2个星期之前当时候的散户的情绪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候或者是你看回刚才那张图看 bearish 的看 bullish 的那个百分比是很明显很低的尤其是他看得到美股好像是连续下跌了2个星期那他们可能就害怕了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有听到我不知道他哪里听到的，可能是社交媒体，或者是可能他在看到某一个新闻说到美国是不是要经济衰退了这个牛市是不是要结束了OK，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可能会觉得害怕，然后就把他的股票抛售了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总统当选了之后美国总统大选有了结果之后，股市反而上涨他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你想象一下，他之前看到大势下跌，他抛售了他手上的股票，然后他是空仓看着这个大势往上涨，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那当然是非常的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我还没上车像这个吴孟达对这个名言我还没上车他看到股市涨了这么多之后他肯定想追进去高追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高追？因为他们害怕错失了这个机会
这个大势一直涨上去，结果他们是空仓没有买股票，而错失了这个所谓的机会而我们相反的我们从一个大户的角度去看，你看到现在大市涨了这么多然后那些latecomers就是那些 FOMO 的散户都追进去了。好，我们从大户的角度去看，你会做什么？割韭菜割韭菜这个是生动一点的比喻割韭菜那他当然会用一些手段可能是出一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他可能趁高位派货，结果现在股市有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呢，其实目前我们来结合其他的因素来看的话，其实是我可以认为是健康的，并没有出现突兀的走势并且这个也是一个理想的走势你想象一下大户他其实要收集筹码的话，他不可能跟着那些 FOMO 的散户一起高追，对不对？他当然要在一些低位的时候来收集筹码。那在最近的调整这些 FOMO 的散户开始害怕了他们把他们手上的这个股票又抛出去了就像这个乐谱跟港股不是一样吧？只不过港股早了一个星期，就像比它走快一个星期。就像10月份也是有一个回调那同样的行为在9月份也是有个回调同样的言论美股是不是要派对结束了呢？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呢？其实我在9月份我也是听过的在10月份我也是听过的只不过现在也是重复着之前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们从这里简单生动的来给你们比喻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回调可以说是健康的正常的而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一批 FOMO 的散户。所以呢，其实我在 GMT 里面也是有写了很多的文章尤其是有些时候呢一个星期一次的 GMT 的一个 coaching 可能有一些时候讲的内容可能已经不够 update 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会在社群里面去讲一下我看到的最新的情况那我这里的这一篇文章呢是上个星期二我看到的一些 update， 然后我是抽出了一小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当时候呢是说到大势在短期之内已经是涨得非常延伸，而在接下来呢有几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深度的拉回，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拉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韭菜和大户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们要关注的第一就是目前很多股票的走势已经是非常延伸我们也不可能那些股票在涨得这么延伸的情况之下去高追去 FOMO 对吧所以呢也是如果要买股票的话，也是要等到市场出现一个拉回的时候，才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还没有加入 GMT 的同学，你看看这个错过多少 rich 的这个对能看到了就是少输点钱了，是不是或者赚多点钱了，是吧 ？OK， 好，下一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几天确实它是出现了拉回然后如果你仔细的看尤其是纳斯达克和这个 IWM 中小型股票，sorry， 中小型的股票看上去哇，连续下跌好几天这个QQQ 好像是裂口低开，大阴烛怎么办但是你再仔细的看一下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一不同的指数它虽然出现了连续的下跌，但是它只是回调到一个支持位。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QQQ， 它其实虽然它算是比较元衰就是它的那个图表稍微的没有像其他的图表没有像其他的指数那么强势但你看到它跌破了20天线之后，它也是非常接近下一个支持，就是这一条蓝色的上升趋势线，包括这条趋势线下方一点点也是50天线，也是一个潜在的支持包括你看一下标普500的指数 ETF 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回调，连续下跌之后，它也只是回到了20天线包括前面的一个历史新高所形成的一个支持的区间所以
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纯粹从图表的角度去看其实第一没有出现一些突兀的走势，第二它现在只是之前涨得太多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一些卖压，而现在只是回到一些支持的区间那好了，我们刚才从日线图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呢从一个周线图的层面去看作为一个更加长线的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看一下那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拉回整固而已，是不是？你可以看一下呢，在上个星期一个大阳烛突破了前面的一个阻力的区间，而在上个星期它只不过是突破了之后有一个非常正常的拉回的整固，而这个整固呢，它只是回调到了前面我所说的这个历史新高的位置它之前是阻力，现在呢反转变成了支持位而且你再看一下它甚至还没有跌破这条10周线也就是日线图的50天线所以从一个更长更高的维度去看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 pullback 一个整固而已那当然你从日线图的角度去看，哇，好吓人这个裂口低开但如果你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更高的时间维度去看的话其实这个就我刚才说的，不会天天涨的嘛，对不对？对，这个有波动的话，正好是可以用一些技术分析做到低买高估赚多一点，来回赚多一点。OK，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也是观察到当然这个我也是在 GMT 里面有讲过现在的市况呢也没有像2个星期之前或者是1个星期之前那么炽热那么容易就一个股票它突破了之后就像火箭一样往上涨这个情况我们反而是看到很多的股票呢它是突破了之后反而是有一个拉回的所以这个是我在 GMT 里面有提醒的也是需要警惕的一个点也就是现在的市况呢并没有像之前那一段时间那么炽热的那个时间那么容易那么一帆风顺，然后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市场也是一个selective 一个相对性的它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它都会无脑的往上涨，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精挑细选的去看一下市场目前在关注哪一些板块它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暴升的板块或者是一些强势的股票，哪一些到底能够跑出来的，我们才有机会在那里去回报这个是我想在今天带出来的一个重点。你们记不记得网友们记不记得我们这里经常提到的一些强势股Rich 有几个，我有几个，记不记得？记得的话，马上在留言区写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追踪我们的强势股好 ，Rich 不如你也讲一下你的那些强势股表现怎么样 ？OK， 那我们讲到那个之前呢我再补充一下为什么星期五会有一个 pullback， 有一个回调呢？那在我的观察之下其实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半导体的行业。那为什么半导体行业它会有影响呢？其实它也是受到了一些政策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它是不能这个卖7纳米以下的晶片给中国市场所以你会看到一系列的半导体的行业它也是受挫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在好几个月之前。大陆的 A 股的半导体就涨疯了对当然这个我们在好几个月之前有讲到就是半导体呢已经不再像是年初的时候那么强势并且当时候我也给大家看到在现在这个阶段那些钱已经是流到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 AI 的应用层或者是软件类的股票那我们说回这里你可以看到半导体的行业呢这个是半导体的 ETF XOXX 那整体上表现也是弱势的整个大盘在创新高结果它还在屡屡下跌的最近还是跌破了这个之前的一个上升的这个趋势线，现在呢也是正式的跌破并且它星期五的那个跌破呢也是
拖累了整个科技股啊，不只是半导体的行业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它的影响也是蛮大的。我们真的有网友啊，这个对 follow 我们蛮接近的啊，有些人说了几个强势股啊，先看看你 OK 啊，那当然啊，这个半导体股票受到牵连 ，NVIDIA 也是有受到牵连啊，所以啊，但是啊，NVIDIA 也是在这么多半导体的股票里面为数不多还能保持一定的强度啊，你可以看一下。上一张是半导体啊，半导体它已经是不像是还在一个能够持续稳定上涨的一个阶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甚至开始下跌，跌破了50天线，跌破了200天线啊，但是NVIDIA 它还是少数能够在50天线以上的半导体的股票啊，当然更加重要的是下个星期 NVIDIA 它也会出它的业绩报告啊，这个呢。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NVIDIA 报告的好或者是坏也有一定的程度会影响到整个科技的板块，而如果它能够就比如说它是超过预期的，然后下跌那也可能会拖累整个科技的板块，而从而也会拖累整个指数所以。那当然相反，如果它是好过预期，然后是能够上涨的话，那它也会带动整个科技股，带动整个指数一起上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下个星期要留意的一个重点，一个关键就是 NVIDIA 的业绩。好了，我刚才有看到有一个同学说现在很少可以买，有什么大的风吹草动全部 PK 那目前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呢？其实要不就等1000个你们问，我们才讲一下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在 GMT 里面也是有仔细的做功课我也是跟同学们有说到，在现在市场调整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汰弱留强，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强势股是值得我们留意的那当然，其中一只就是我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在直播也有讲过的，就是 Palantir 这里现在持有的是吧？对那就这张图就是我最 update 的我还加注了，所以你看到那个百分比之前是这个数目是大一点的但现在我加注了之后也有超过58%的一个利润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关注的是什么？就是强势股。你可以看到最近的大势它确实是有一个下跌看似好像非常吓人，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强势股呢是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星期五的纳斯达克跌了2点几，但是星期五的 Palantir 它是能够逆势上涨非常的强劲，继续的破新高。你觉得哇，它业绩公布了之后到了50块，好贵结果它2个星期之后，它再给你涨上去，涨到了65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握强势股，因为它相对大盘而言更加抗跌，甚至是能够逆势上涨。这个股票好像你讲了好几次了 ，YouTube 的GMT 当然也讲了 ，GMT 深度研究了，但是就算你 YouTube 也有讲过几次了，是不是？我记得。对，但就强势股就贵金就不贵数量嘛，那能够把握到一只已经是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回报当然我还有其他的股票也有一个不错的回报的，尤其是在最近的1-2个月当然这里时间有限。也没有这么多机会能够分享就等着 GMT 讲吧好，那下一个就是 Tesla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你现在又加仓了？没有，这个是我是这样的我分享一下其实在业绩之前我在我得看一下在这里不是在230多块的时候已经是看到一些信号，然后进场的。结果他那一次是发布了一个Robotaxi 的那个发布会那一次的下跌也是把我止损了所以我也并不是每一次能够就百发百中能够赢的这个也是我非常坦白我也在 GMT 里面有分享到我是
输了一点点钱啊，然后是离场的。那当然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正常。我输一点的话 ，OK， 输5%，输6%啊，我也是有控制好我的注码和风险的啊。那相反，所以上课啊，要上课，他的课程里面有教这个 risk rewards 怎么去分布。如果我能赚钱，就我这一次能压赢的话啊，我到底能赚多少啊？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是能够赚超过好几倍我输的那个风险啊，就是做到4:1，甚至是5:1的盈亏比啊，甚至如果你是有机会把握到那些强势股啊，就像刚才那只 Palantir 啊，我第一注买的时候是在25.9块26块多左右啊。那我当时候就是上个季度的业绩报告，8月多的时候啊，那时候你还去旅游呢。OK， 当时候我在 GNT 也有讲到3个月左右啊。对啊，那就算不在26块多啊，它有一次回调到29.7块的时候啊，我在 GNT 也有讲到，哎，在那个位置它也是回调到一个支持区间啊，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短短3个月啊，时间过去了，你的股票怎么样 ？Rich 又赚多点钱了，年轻人啊，对吧？这个滚雪球越滚越大的 ，OK 啊，所以重点是我想说 ，OK 啊，我也是有计算好盈亏比的啊，我也是有做好计划的。时间不等人啊，这3个月他又赚了好多钱了 ，So he is rich OK 啊，关键是什么啊 ？OK， 我也不是百发百中的，就像刚才 Tesla 啊，我也是曾经有在上面止损的，输钱的啊，那没关系，输的时候输5%、6%，但如果我能够赚钱的话啊，我能赚4:1或者是5:1，甚至是把握到这些强势股啊。你如果从我第一注的时候去算，26块到现在65块啊，已经10几20个2啊，非常的强劲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关注啊，我们要跑赢大势的话啊，就要关注这些强势股 ，OK 啊，那当然不只是我啦其实法法他也是这2个股票，我记得你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也有讲到的，11月3号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2个当时业绩报告出来都不错。涨了一点涨了一点。其实如果你用 Rich 的那一个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它是突破了一个枢纽点OK， 所以呢这个是很强势的很强势的。当然这2个在很低位的时候，我是看好他们作为10倍股的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10倍股就是有被错杀的时候包括 Lemonade 包括 Chromadex 都是从高位跌下来的，被错杀的时候我们也做了深度的研究，我个人是买了好多，也是在 GNT 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耐心我持有了一段时间的确也持有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涨上去了其实我是看好的，我们在 GNT 里面也是看好的，但是呢我有适当的减仓一点点，因为我第一个我看到其他有被错杀的股票，很低的股票第二个呢也是之前他们在低位的时候，我是买了好多所以适当的减持一点那从上一次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成本降低了，就是我减仓的结果因为我卖走的时候是赚钱的，所以我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它的股价从2个星期前的5块7毛5又涨到了6块8毛2这个当然是这2天有点调整下来，曾经它是超过7块多的所以7块多的时候更强当然我7块多已经不卖了，已经放在那里了，这个高枕无忧了这个所以另外一个 Lemonade 也是类似的基本上是不断的在涨大家Lemonade 还要留意一下，就是它星期一的时候明天美国的时间它有一个 Investor Day 那我跟了 Lemonade 跟踪了一段时间，他的那个 CEO 蛮会做 presentation 的，每次被他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我不能说其他的，我听了他了之后，我都对这支公司信心很足嘞，很看好嘞，所以有机会明天他做完 presentation 之后
有一段时间之后啊，大家看了他的 presentation 之后又被他 sell 走了啊，又被他把他的公司卖给了我们了，我们又去买他股票了，所以有这个机会 OK。 当然也不排除他这几天这个非常强每天晚上都涨10%10几每天都涨的，所以不排除投资者在偷步像我这种看到他有这个投资者 presentation 的investor day 的话，偷步买入的也有这个可能的所以呢做好风险管理适当的涨了很多之后，适当的套现一点但是呢也有可能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你11月18号去听一下他讲的当然我们 GNT 也会每一次他有什么公布了，有什么新的我们帮大家去解读到底这个是对股价有什么影响等等等等所以这也是我们会帮大家在 GNT 的同学留意的一件事情 OK 不过还是要强调那一点我们讲了4个股票，千万不要听了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就出去买真的不懂得下车的话很危险比如说有人刚才讲过巴菲特现在卖了很多股票对吧？巴菲特是个长远的投资者的确这个股票现在美股特别是已经有点贵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特别是美股比较贵的话我们一定要像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做得准一点做好止损的，万一它跌的话你亏损的话有限度的亏损，但是涨的时候你可以搭这个顺风车，短期内搭这个顺风车买这个赚多点所以跟巴菲特的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巴菲特策略是我的策略投资者长远的投资者策略所以我完全明白为什么巴菲特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现金我上个星期拿了好多现金现在开始又买东西了。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套现了很多所以我绝对能够明白巴菲特这个做法当然我买的现在就是在港股里面寻宝，中概股和港股寻宝，美股是有点贵所以呢 Rich 那一个是中短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巴菲特不用技术分析，巴菲特也不是一个中短线的一个投资者所以刚才有个同学问了这个问题是分开来的OK 还是一样要学习 OK 千万要学习，千万不要听了我们讲的这几个股票之后就出去买我们不负责任的，大家赚了钱来感谢我们谢谢你的感谢，但是大家输了钱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懂得下车，对吧刚才 Rich 也讲过，我也讲过，我们没有包括我们自己也不是说每一个都赚钱的，对吧 Rich 比如说他有止损亏了5%了走了，赚的时候赚20%了25%了，那整体来说还是在赚的。但是呢散户是什么？赚一粒糖输一间厂，对吧？赚的时候赚5%，输的时候输90%这样的话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学习那当然这里呢我们录制好的课程我的是10倍股是一个基本分析，用商业模式，用这个宏观的策略等等等等来看哪一个公司在市场没有发现他们之前，你首先看到他们从被错杀或者被忽略的时候买入，到它变成强势股了，市场的打领了，到最后可能有机会涨几倍甚至10倍，这个叫强势股左边那一个基本分析一旦被市场这个发现之后，那你再看它的什么业绩报告什么这些都是滞后的，或者已经被市场看到了更加重要的是你用技术分析来看现在资金是不是在流动到它那里或者在流走，这个就是个强势股的做法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会帮助大家的Rich 你的技术分析做完了做完最后呢还在做几天的课程，然后呢在不久应该是后期制作，对后期制作所以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这个 Crazy 疯狂的优惠还在这个坏消息就是一旦这个21天的课程全做完之后这个 Crazy 的优惠就没有了 OK 到时候可能给一点点优惠就算了还有另外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如果你现在马上报名的话其实在这个月月底或者是有个直播是吧？有一个直播是回答最大家问题后一次的直播有一个 Q&A 的时间来回答大家那
如果你也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来报名，你还能来问我问题，或者是来参加这个直播的互动啊。好，那今天很遗憾不够1000人啊。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正好1个小时了那我们看一看看一下同学的留言吧。OK， 有人感谢你哦。OK， 感谢教你的技术分析，让你的 TSLL 赚烂这个非常厉害啊。OK， 那好，哇，这个10倍股感谢啊。那我们在 GMT 里面我会做多点功课给大家分享，包括我对10倍股有一些看法也会更新一下在GMT 里面。当然之前有讲过的这些GMT 的内容也是放在网上，大家可以回看的其实回看的话也是满满的价值的所以欢迎大家趁我们现在这个 GMT 又招生了进来之后，把我们以前的 GMT 的内容也尽量看4年5年的 GMT 有点多，对吧？但是呢，尽量看，每一集都肯定能学会一点东西的大家可以这个 fast forward 把这个语音加速一点来看OK，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次见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了然后我们新的 GMT 的那一个video 也是看一下我们录制的重新拍摄介绍的，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